我叫杜峰，本是大城市牛马，奈何工作10年，加班加进了1年。杜先生，你的身体现在已经亮红灯了，你必须停下来休息。钱没了，身体也垮，卷不动了。决定辞职，回老家牛山村躺平。英子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你把这房子卖给我吧。你这不是欺负人吗？这怎么叫欺负人呢？你大儿子搬出去了，这小儿子又在城里，这将来这房子那肯定是没人住。你不如趁早卖给我，你到城里享福啊！这房子是孩子他爸去世前盖的，我不卖。邻居，是不是几十年了，我才会跟你说1000？就你这破房子，那将来就是白送，都没人要了。我们家不卖。小峰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回来陪您了。谁知道是不是被人辞退了？吴婶儿，我念你是长辈，尊敬，但你占便宜也要有限度。我给你1000块，你家房子卖不卖？哼，这样说话呢？孩子，这次回来几天呢？这次回来就不走了。都瘦了，回来好，累了呀就回家，妈养得起你。妈呀，今天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，晚上把你大哥大嫂也叫过来一起吃饭。好，哎呦，快谢谢了。既然回来了，就捡起老本行，采药种地，好好照顾母亲。本来还想给家里房子翻新，这下愿望可实现不了。恭喜宿主绑定植物检索系统，可以检索10米范围内的可药用植物。系统可以检测10米范围内的可药用植物，我发家致富的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我得去试试系统的功能。妈，哎，我上山挖药去了。哟，这刚回来怎么又要上山呢？太久没回来，我想去山上看看。好，路上啊注意安全，晚上早点回来吃饭。知道了。开始检测。系统失灵了。此区域没有目标植物，请移动位置。开始检测。检测到野生山药、野生香菇，居然真的检测到了。这可是个好东西，山药既可以入药，又可以下锅。野生山药系统回收价6元美金，是否确认回收？是或否？系统回收什么东西？系统将按照市场价格的70%进行回收，回收的金额同时可转化成经验值。是否确认回收？是或否？是。银行卡到账21元。居然真的到账了，这个安全吗？本系统保证合规合法。太好了，赶紧多挖一点。野生香菇系统回收价52元美金，是否确认回收？是或否？是。系统回收。银行卡到账139元。银行卡到账127元。系统回收。银行卡到账271元。系统回收。全部回收。忙活了一下午，赚了3260元，这赶上我在城里1个月的工资了。照这个劲头干下去，给家里老房子翻新指日可待。我决定了，我要先赚够100万，在村子里盖个别墅。今天先回去，
这些留着下锅炒菜吃。呀，高桑是不是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？大城市混不下去了。大城市再好也没家好。我看他就是混不下去了。那读个大学有什么用啊？哎呀妈，杜峰可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，可厉害了。还大学生呢？我看他挖了一下午，什么东西都没挖住。哎呀，杜峰哥一下午挖这么多，这林子这么大，有些人挖一天也不见得挖了多少。嘿，那杜峰长杜峰短，你干脆去给杜峰当儿子吧。哼，就会拆你妈的台。哎呀妈，你别生气。哎呀，别理我生气，别生气嘛。大哥，我听妈说了，回来好，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，日子照样能过得红火。有啥话你吃完饭再说。杜峰今天累一天了。啊，对，咱先吃饭，吃饭。自从父亲去世，大哥就顶起了我们整个家。大学学费是大哥搬了6个月的砖才凑齐的，上学期间的衣服用料也都是嫂子操劳的。我这次回来会不会寒了他们的心？哎哟，小峰回来了，正好，赶紧坐下吃饭。来，杜峰，嫂子听说你回来，给你织了一副手套，烧烧挖药材是个粗活，戴着不伤手。谢谢嫂子，嫂子的手艺真是越来越好了。你喜欢就好。哎，对了，家里的铲子不好用，我找人重新打了一个小锄头，你就在后面。到时候你用这个上山摘草药，不累人。谢谢大哥。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啊？大城市压力大，你就安心回来，有大哥给你兜底。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好，听妈的。大哥大嫂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呀，还是跟着王叔四处找活，出出力气。我做着针线活，能赚一点是一点。赶快吃饭吧，这饭都凉了。快吃，快吃。来来来，大哥老干力气活，再过些年身体肯定吃不消。大嫂手上缠的绷带也不少，不行，我得借助系统多挖点，多赚钱，让大哥大嫂换个活计。此区域没有目标植物，请移动位置。此区域没有目标植物，请移动位置。此区域没有目标植物，请移动位置。这附近全是野菜嘛，系统的检测范围还是太小了。要是范围能扩大一点，就不用一直换位置了。检测到宿主昨天获得3260元，获得3260经验。这系统简直是太好用了。是否用于系统升级？是或否？是。系统已升级，检测范围扩大到50米。50米？那我岂不是站着就能检测到附近100米的范围了？开始检测。检测到野生灵芝。野生灵芝。野生血灵芝，系统回收价6000元美金，是否确认回收？是或否？虽然系统回收方便，但是灵芝可是好药材，拿到市场上卖还能救人，尤其是品相这么好的灵芝，给系统回收真是浪费了。我还是拿到镇上去看看。检测到野生香菇。生香菇。这些还是直接回收给系统，还能升级加经验。银行卡到账456元。检测到野生天麻。野生天麻，系统回收价700元美金，是否确认回收？是或否？这可是纯野生天麻，这个太少见了。天麻祛风通络，镇静护脑，还能改善循环。拿到药铺绝对比卖给系统值钱。一块拿到药铺卖了。
今天系统回收赚了6500，真是收获满满。我得趁着天没黑，赶紧去镇上一趟，把这一株灵芝和天麻都卖了。同村的张叔张婶平时没少帮我们家，有次母亲摔倒，多亏二老发现及时，才把母亲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二老没有孩子，更是把我和大哥当亲儿子对待。张叔张婶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对，回来了。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呀，跟你叔挖了点草药，准备卖到镇上的药铺去。二老年纪大了，镇上的路也不好走，这一来一回实在不安全。张叔张婶，我正好也要去镇上卖药材，我顺带给你们带过去一块卖了吧。这也太麻烦你了。张叔，我还要感谢你和婶子救了我妈呢。这都是举手之劳。村里老人多，乡里乡亲的，谁家还能没有需要帮助的时候？小峰这孩子有孝心，你呀就别再推辞了，太晚了，孩子回来也不安全。行吧。这是给你卖药的钱。谢谢啊。哟，这不是杜峰吗？来给你母亲抓药了。这药铺啊，可不欢迎没有钱的穷光蛋。自从吴婶没占上我家便宜，就四处贬低。既然他都不顾邻里关系影响，那我也没必要忍让。吴婶，我看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，不要总想惦记别人家的东西。好了，吴家的，也快改改你那贪便宜的小性子吧。杜峰，如果你给母亲抓药，可以赊账，毕竟看病要紧。李伯，我是来卖药材的。笑死人了！随便捡点东西就来卖，这读书啊，真是把脑子都给读坏了。我这可都是好药材。我在这山上挖了几十年，从来没见过长这样的药材。啊，李老先生，你瞅瞅，这还真是药材，野生天麻。现在市场上都是人工养殖的，野生的可不多见了。杜峰，你真是好运气啊！还真被你小子给唬对了。哎，不就是个药材吗？能值几个钱？有本事你上山挖灵芝去啊！那可要让你失望了，吴婶，我还真挖到灵芝了。吹牛都不打草稿，咱们这山上啊，好几年没挖到灵芝了，就凭你，你要是能挖到灵芝，我就去你家耕1年的地。吴婶，这可是你说的，说话算话。那是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就是我挖的灵芝。这肯定是假的，这哪是什么灵芝啊？我可是见过灵芝的，根本就不长这个样，从来都没有红色的灵芝。李伯，你看看，这确实是灵芝，还是上好的极品雪灵芝。像这么大的，品相这么好的，这么多年我也只在书上见到过。听到了吗，吴婶？你准备什么时候去我家耕地？去你家耕地？哼，你想得美！哎，不就是个灵芝吗？我们家也能挖得到。不信，你走着瞧。这次过后，吴婶估计能消停。李伯，你帮我看一下，现在这个灵芝多少钱呗？这雪灵芝现在市场价是9000元一斤，但你这个体型大，大小都快20公分了，药用价值更高。我给你按1斤11000，11000一斤，这可比系统给的高多了。没问题，李伯，那你帮我把这些天麻和山药也一块算算。750克，按11000美金的话是16500元。山药13斤，按9块算的话是117。天麻是3.6斤，按1000元一斤来算就是3600元。看来拿到药铺是个正确的选择，能让药材发挥更大的价值，我也能赚得多些，一举两得。这钱你收好。谢谢李伯，这117单独放，晚上给张叔送过去。
对了，李伯，我妈腿疼，你再给我拿几副药吧。我给你先开3副药，一天熬1副，在熬之前，药材泡2到3个小时，加上碗水熬成1碗水就行了。谢谢李伯，多少钱？先拿回去，下次等你挖到更好的药材，记得送到李伯这里就好了。不行，李伯，卖药材是卖药材，买药是买药，这是两码事儿，该给的还是要给的。那就留50就行了。谢谢。慢走吧，拜拜，李伯。好。又大又甜的苹果嘞，3块钱1斤，10块钱3斤。3块钱1斤，10块钱3斤，真是把人当傻子哄，哪有人会买？老板，给我来10块钱的。老板，我也要10块钱的。这年头还真有傻子。老板，排骨怎么卖？20块钱1斤。这么多年，家里一直节衣缩食，家里都见不得荤腥，如今赚了这么多，也该改善改善伙食了。多称一下这款。好嘞，来，刚好3斤，60块钱的啊。顾客慢走啊，下次再来啊。我现在突然挖了这么多药材，别人问的话也不好解释，不如买回去几本，就说自己是看书学的，不会引人起疑。对，这2本怎么卖？32本啊，我要了。好。妈，我今天去镇上卖药材，顺便买了点排骨，你先炖上，晚上叫上大哥大嫂一块过来吃。还有昨天挖的香菇也一块炖了吧。你买这么多，那么贵，妈不吃。妈，我挖药材挣了很多钱，咱们改善改善。好。哎，凤儿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去张叔家一趟。这孩子。张叔、张婶儿，小高，你回来了。张叔，这是山药钱，1斤9块，一共13斤，这是117。你辛苦了。哎，这几个鸡蛋呀，你拿回去补补身子。这次回来呀，人都瘦了。哎，不用了，婶子，你就收下吧。我再推辞，怕是要寒了二老的心。来，那就谢谢婶子了。小凤啊，你吃饭没有？家里做饭了。张叔、张婶儿，我以后每天都会去镇子上卖药材，到时候都可以给你们带过去。那辛苦你了。张叔、张婶儿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小凤真是个好孩子。今天我上工的时候都在传说小凤挖到灵芝了，我还不相信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小峰可真厉害，这么难找到灵芝都能挖到。要不说小峰聪明呢，不愧是咱村子里第1个大学生。我也就是运气好了点，看了几本植物学的书，误打误撞的挖到了灵芝。哎，那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。对。哎呀，这下我就放心了。本来我还想这小凤挖草药没什么回报，打击了自信心，想着在镇上给你找个轻松的文职呢。哎呀，我就说你瞎操心了吧。小峰做事情都有自己打算的。是我瞎操心了。这小凤有这方面天赋。现在呀，小峰在咱们村里安稳了，以后啊，咱们一家人把日子过好，比啥都强。对，快尝尝排骨。哎，来。哎呦，妈，你做这汤可太鲜了。这肉也入味儿。好吃就多吃。我跟你说哈，家里的冰箱可坏了，这排骨可不能放。好，多吃。今天卖药材赚了20001，系统回收赚了6500，昨天赚了3260，才2天就赚了29860。这不比我上班当牛马的日子强多了？虽然距离100万还有点远，但我相信很快就能实现。每天走路到镇上，
也太浪费时间了。买个代步车方便得多。家里的冰箱可坏了，这排骨可不能放。家里的冰箱也老化了，还得换个冰箱。天气马上变凉了，妈洗衣服也不方便，再添置个洗衣机。买这个电动三轮车花了8200，电冰箱3600，洗衣机2100。今天这一趟就花了13900，争取今天下午给赚回来。小峰，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？这得花不少钱吧？妈，赚钱不就是为了享受吗？说的也是，是妈苦日子过怕了。妈，咱日子以后就好起来了，咱们该省省，该花花，不用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。好，我去把这些东西卸下来。妈帮你。检测到宿主昨天获得6500元，获得6500经验，是否用于系统升级？是或否？是。系统已升级，检测范围扩大到100米，已达到系统最高级。商城权限已打开，回收金额可转化为积分。商城，让我看看商城里有什么好东西。痒痒粉666积分，大力拳999积分。伸腿瞪眼丸3999积分，望远镜6999积分。痒痒粉、大力拳，这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我挖草用得到这些吗？而且999积分，还有望远镜卖6999积分，这么贵，怎么不去抢？还真是个黑心商城。我还是接着挖吧。不管怎么样，现在范围扩大到100米，确实方便多了。银行卡到账529元，回收。银行卡到账327元，回收。银行卡到账699元，回收。银行卡到账432元。哎，就是你小子捡到的灵芝。张三李四王五，村里有名的恶霸，从小吃百家饭长大，长大后反而仗着自己人高马大，明抢别人东西，村里的人苦不堪言。我们老的跟你说话呢，你给我回去好好练练你的普通话。你去把这个贝勒给我夺过来。哎呀！老大，抢不过！你个蠢货！杜峰，我劝你小子识相点，乖乖的把贝勒给我交出来，少挨一顿揍，要不然爷爷的拳头可是不长眼睛的啊！正好可以试试系统商城里的东西怎么样。痒痒粉666积分，是否兑换？是或否？是。你小子怎么不说话？老大，这小子不会吓傻了吧？咱们仨一起上，给我上！呀！哎呦！什么东西？哎呀！老大！哎，兄弟，看去！哎，好痒！这个痒啊！这种东西见效好挺快。你们几个还敢不敢抢别人东西？就我们3个，还怕你一个小毛贼？给我上！尝那大力拳的厉害。哎呀！劲儿这么大！你说你们3个好手好脚，干嘛天天抢劫？明明每天上山挖草药也能养活自己。勤能致富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你们几个再让我看到欺负别人，特别是欺负老人，绝不轻饶。再也不敢犯了。你们走吧。起来！哎呀！走了。哎，
老大，我们真的就这么算了吗？我们被打的这么惨，怎么可能算了？杜峰那个小子竟然敢打我们，一定要他好看！老大，杜峰这么厉害，他行了，话说不出来，还你最多。这口窝囊气一定不能咽下去。我一办了，来。这大力拳确实好用，用着也方便得多。虽然惩治了3个恶霸，不过这699和999的价格也就花钱听个响，不如系统升级来的划算。某西西上的痒痒粉不过也就9块9。痒痒粉可使用次数剩余4次，大力拳可使用次数剩余4次，还剩下4次，原来不是一次性的，还算系统有良心。我再多挖点，多赚点。开始检测，检测到野生灵芝，又找到野生灵芝了，我的运气这么好。确实是野生灵芝，不过不是极品雪灵芝。不过也是，哪有那么多极品雪灵芝？野生灵芝，系统回收价1500元美金，是否确认回收？是或否？普通的灵芝虽然比不上极品雪灵芝，但胜在数量重要。这些加起来应该也有个2、3斤，卖个1万块钱没什么问题。快点！今天不用走路到镇上了，骑个电3轮来回也快。我再多挖点，攒点积分再下山。老大，拆他车轱辘子也算有他好看吗？你个晕我疙瘩！杜峰就是骑着这车去镇上才能卖药材啊。等他骑着车坏在路上了，他去不了也回不来，那不得急死他？老大，你救命！你下次肯定我的时候，可以直接点头，点头。对了，那等杜峰哭的时候，我们就跳出来嘲笑他。对，那我们快开始。今天又回收了8500，卖掉那些灵芝，今天收入就要过2万。干什么呢？要你好看，要我好看？怎么要我好看啊？小啊，放屁了！这不是你这个螺丝松了吗？帮你修修，这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吗？这样啊，那修好了吗？哎，修好了，修好了。哎，再帮点。慢走啊！慢走啊！我们还没拆完呢。你傻呀？当着他面拆，不就让他发现是咱们的吗？还想挨揍啊？咱们得找张叔、张婶儿，我来带药材了。现在这点过去，回来的时候天恐怕要黑了，回村的路也没有路灯。张叔，我新买了一个电车，来回特别快，不用担心。好，慢点走啊！哎，慢点啊！走路，张叔。李伯，你算算今天的能卖多少钱？这次的灵芝虽然不如极品野生雪灵芝，但是这种野生的普通灵芝价格也是很可观的。我给你算2300一斤。好，这些灵芝一共是6斤，一共是13800元。灵芝13800，加上系统回收的8500，
今天赚了22300元，再加上前2天赚的29860，就是52160，再加上今天早上花了13900，3天攒了8260，一天2万，那我2个月就能攒够100万了，日子越来越奔腾。杜峰哥，杜峰哥，你这么早去山上挖药材呀？对，你这也要去上山吗？对，我听我妈说，杜峰哥你挖到了极品血灵芝，这东西10几年才挖出来这么一个。我就是误打误撞，我也要以杜峰哥为榜样，以后呀，我也早起上山，争取像杜峰哥一样厉害，找到灵芝。你肯定能挖到的。拜拜，杜峰哥，拜拜。这吴婶还真是歹徒出了个好笋。换了一个山头，果然不一样。这里的药材果然数量众。野生木耳系统回收价40元每斤，是否确认回收？是或否？木耳这种东西凉拌最好吃了，还能用来煲汤，补气养血，润便通肠，真是个好东西。是。银行卡到账465元。既然这片山已经发现了别的品种的药材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检测到别的名贵品种。检测到冬虫夏草。冬虫夏草，就是那个一根能卖1万块钱的冬虫夏草。好。果然有一根。下面还有一根。冬虫夏草系统回收价8000元每斤，是否确认回收？是或否？冬虫夏草具有补肾益肺、止血化痰的功效，还是拿到李博那里卖了更能发挥出它的价值。否。李博，你帮我看一下这些冬虫夏草多少钱？冬虫夏草，这确实是冬虫夏草。你在哪里挖的？我记得我们村的这个山头可没有冬虫夏草。我去的北边的山头。怪不得杜峰，我本以为你挖的灵芝是运气好，现在看来你是在这方面极有天赋啊。其实我只是绑定了系统。这4根短的，我给你按照1万1根算。这2根长的，我按照1万5一根算。好的，李博，这是6万，你收好。好，谢谢李博。小峰，等一下，你看看这个。李博，这是祝大宝11200088888。你前2天给我送灵芝，被这个药企采购商看上了。那人询问你有没有给企业供应药材的想法。如果有想法，可以打电话联系对方。和药企合作是个不错的办法。以前卖给系统是因为可以升级，现在系统已经无法升级，那么扣掉的30%也不是一笔小数目。好的，谢谢李博，我回去想想。好，不卖给系统，我就可以找人合作，这样挖草药的速度只会更快。不错，回去就和大哥大嫂商量。这可咋办呢？这从来都没这么晚不回家。他婶子，你别着急，孩子一定会没事的，会回来的。妈，怎么了？哎呀，小峰啊，吴广早上去山上采药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到现在都没回来。是啊，这村里人都知道晚上上山不安全，这上山的人都知道在太阳落山之前下山。这吴广他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你们说该怎么办呢？我快气死了我！大婶子，你别着急，尽管大婶子。怎么了？大哥，吴广上山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我们赶快去找，多天多找些人，带上手电筒啊！好，再等后半夜，山上气温下降了，孩子肯定会失温的，那就来不及了。各位乡亲们，所有年轻力壮的，跟我上山去找吴广。老人和妇孺留在守村子。好，我也能跟你上山。张叔，
你年纪大了，山上的路不好走。我好歹在这个山头上走了几十年，再说山头那么大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希望。我也去。我虽然是女子，但是我也有一把子力气。就让他们去吧。好，妈，你和张婶留下来照看一下吴婶，我们一起上山去找吴王。好，你们赶紧去吧，一定要注意安全啊！我们走。走。咦，大哥，陆鹏走了，我们可以去吃他的骨溜子了。还想着吃了他的？现在出事了，人找不着了，人命关天。咱们拿着东西一起上山找人。说实话，不错。虽然我们经常干偷鸡摸狗的事，但是大事的拎得清。行了，你别说话了，你也拿着东西一起上山找人，快走。大哥，张叔，这山太大了，咱们分开找吧。行，我跟你嫂子去东边看看。好，我带向你们上那边去。好。走，去那边。吴广，这样根本找不到，系统为什么就不能检测活物呢？打开系统，系统里找不到，但商城里有道具啊。望远镜可以看到任何你想要找的东西，时间5分钟，6999积分，是否兑换？是或否？是，这个就是望远镜，果然看得更远了。哎呀，你别着急，他们都上山去找了，肯定能找到吴广。吴广，吴广，吴广，大哥，晚上山上怎么这么黑？不会有蛇吧？还什么蛇的呀？赶紧找人吧！啊，吴广，就是吴广。没想到他们也来找人了。找到了。吴广，找到吴广了，找到了，吴广在山沟这边，快来人！小峰找到吴广了，走，咱们赶紧过去。走。找到吴广了，在山这边。走。吴广，快醒醒！他肯定是踩空，从上面摔下来，还划破了额头。吴广，在这儿。吴广，我听张叔说话吗？你说什么？身体发僵，嘴唇发紫，意识恍惚，还不停地打冷战，明显失温了。快拿件衣服，来。当务之急，赶快送他下山，让他回暖。下山送到哪儿？这个点镇上的医院根本没有人的。送我家，镇上太远了，要1个半小时。他现在失温严重，时间耽误的。张叔年轻的时候在镇上的卫生所里当过医生，虽然现在年纪大退休了，但知识还在。听张叔的，张叔之前在镇上救过不少上山失温的病人，还有这方面的经验。行，我来背。来，我来背。我常年干粗活，这段路需要一段时间，你一个人恐怕不行。我来替换，我也行。哎，我行，咱们赶快下山。来，都怪我，是我逼他上山的，都怪我贪心太重，我非要让他上山换灵芝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孩子肯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对呀，别担心了，孩子啊，既然自有天相，肯定会没事的，是吧？对，别过来。找到吴广了，找到了，他在哪儿？人昏迷了，现在在张叔家。哎呦，你慢点。孩子，你没事吧？我孩子他没事吧？吴婶，吴广他现在失温了，你先别着急，咱们听张叔。好。张三，去打碗热水来。好。吴丫的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孩子不会有事儿。你现在去拿些干净的衣服来。我这就去。
冬天你去拿个炭炉，让这屋子里暖和起来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老格子，你快去把咱家厚实的棉被拿过来。哎，行，好嘞。英子，你和你家儿媳准备姜汤，再放些红糖，等孩子醒过来，让他暖暖身子。我们这就去啊。小凤，现在我们把他身上湿透的衣服全都脱下来。好，衣服拿来了。我先把干净衣服给他换上。好。吴广的到底什么时候醒啊？难说，现在能做到就尽量让他升温。小凤，你先给他换着，我去看看你张婶，现在呢被子还没送过来。都怪我，什么逼你上山呢？吴广的状态确实不太好，也不知道系统商城里的东西能不能用得上。先把吴婶治了。吴婶，吴广他身子骨硬了，肯定没事的。你先去我妈那儿看看汤熬好了没有，这里有我呢，你放心。哎。凤儿，我之前说了你那么多坏话，婶子给你道歉了。吴婶，吴广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弟弟，我不可能放着不管。再说了，邻居之间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。谢谢，那我就端姜汤了啊。好，打开系统。伸腿瞪眼丸可食用，1颗恢复血条至80%，3999积分，是否兑换？是或否？恢复80%，这颗吃下去，这条命算是保住了。是。这么大，吴广现在还是昏迷状态，这怎么喂下去？放置嘴边，可自行吸收。这么神奇。这个被子前天刚晒过，盖在身上，先给他聚点热气。怎么样啊，这孩子？啥没有？现在怎么样？谢谢各位乡亲们，这么晚一起上山寻找我儿子吴广，大家辛苦了，赶紧快回去休息吧。孩子醒了，我带着孩子一一向你们道谢，谢谢了。我家婶子不用道谢，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，村里谁家有啥事吱一声，大伙都会来帮忙的。就是孩子平安找到，我们就放心了。谢谢。哦，大家伙都快回去吧！啊，赶紧休息，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快回吧。哎，大哥怎么还没回来？平时不是他睡觉最积极了吗？老大他就做人就上瘾了啊？难道我们的定位不是爸爸？不知道呀。下次摇头就是了。大哥，怎么样？还不知道呢。张叔让我去烧热水，我得赶紧送进去了。你俩先回去吧，我晚点回去找你们。去吧。我感觉大哥好像变了，像个人了，今天说话都没有吼我。热水来了，给他倒上水，烫烫脚。不行，为什么呀？泡泡热水不是升温更快吗？吴广现在还处于昏迷状态，四肢没有知觉，根本感知不到温度。这样的烫水接触他的皮肤，不仅不能帮他回暖，还可能引起烫伤。小峰说的对，那怎么办？我记得我家里有暖水袋，你去找找你张婶。暖水袋？对，你和你婶把暖水袋灌上热水拿过来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。炉火拿过来了。好，放你身边。行。把炉火烧到旺一点，把门关上，留着小凤就行。这屋里有了炉火，果然暖和多了。暖水袋来了。这热水袋啊，放在脚底下，回暖的快一点。大哥，张三，你们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和张叔就行。行，那我俩就先回去，有啥事啊，你随时联系我俩。行，那我俩回去了。好。张叔，吴广在发抖。
花朵就对了，说明他已经慢慢回暖了，身体已经热起来了，嘴唇也没那么发紫了，这就缓过来了。吴光醒了，太好了，姜汤煮好了，儿子醒了。先喂了姜汤暖暖胃。慢点。旺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，就是头有点疼。感觉疼是好事儿，今天先休息一夜，明天就好多了。谢谢。不用谢，小峰，你也先回去吧。好。儿子，小峰，那孩子怎么样？醒了没？已经醒了，没事了。哎呀，那就好啊。这么晚了，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老大呀，你和乔乔还睡在之前你们俩那屋里吧，晚上回去也不安全。好，去吧。还是晚一点再和大哥说吧。现在合作方式还没有确定下来，还是明天先联系药器采购商看看什么情况再说。今天又挖到了不少野生灵芝和3株冬虫夏草。这野生灵芝估计有8斤了，应该能卖个好价钱。得给朱老板打个电话，看看他是怎么收药材。喂，是朱老板吗？对，你是啊，我是杜峰。您上次说找我收药材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我记得是你挖到了极品雪灵芝和野生灵芝是吧？啊，对，不知道您那边收不收？和你上次卖到药铺的野生灵芝品质一样吗？这个您放心，品质肯定有保证。好，我刚好收药材会路过你们村，我现在就过去看看。那我一会儿在村口接你。哎呀，不用那么麻烦，你直接告诉我你们家的位置就行了，我开车直接过去。好。祝老板身为药企采购商，倒是对这些细枝末节一点也不在意。要是真能和祝老板达成合作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得赶紧下山，不能让祝老板等急了。你就是杜峰吧？祝老板好。祝老板好。我看着你应该比我小几岁。哎，不要叫我朱老板，直接叫我宝哥就行了。宝哥，叫我小峰就行。小峰，这位是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药企采购商。哦，您好，您好。啊，这位就是阿姨吧？阿姨，您的精神面貌看起来真不错呀。我就是平时啊干点活，精力充足一点。宝哥，那咱们坐下聊吧。好，你们坐。好。没想到祝老板居然是个这么实诚的人，一点架子都没有。来，喝水。你们聊吧。祝老板，这个是我昨天在山上挖到的灵芝。这野生灵芝品相确实不错，个头也够大。上次我去药铺收药材，还以为你挖到那些灵芝是运气好，现在看来你是有实力的。还有昨天挖到的几根冬虫夏草。冬虫夏草，这药材我只收到过人工养殖的，纯野生的，我这半年都没见到过了。我昨天还挖到6根，不过已经卖到镇子上的药铺了。有系统在，只要山上有的药材都能检测出来。本来还担心杜峰没办法稳定供货，现在看来真的是我想多了。他的这些药材比我在别的村头收的质量好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小峰，我看过了，这些药材我都十分满意，我全要了。灵芝我按照2500一斤收，冬虫夏草我按照2万一根收，你看怎么样？祝老板给的价格果然实诚，收的价格比药铺还要高。宝哥给的价格公道，我没什么问题。那行，那我们就拿上称了。小峰，你们家有秤吗？这个我家还真没有，我车上有，我去拿。
小峰，这些灵芝是8斤6两哦，这是我自己拿秤称的，要不你再找个秤称一下？毕竟这野生的灵芝还是太贵了，差几两就要上千块钱呢。不用，我相信宝哥的为人，你也不能跑这么大老远来坑我。他这么大的企业，总不能因为这几千块钱坑我。而且合作最重要的就是信任，他也该知道，今天坑了我，以后就没有合作的机会了。我就喜欢小峰你这样爽快的人。你放心，我这秤绝对精准。我这么多年收药材，一直用的都是这个秤。如果骗人，我也不可能收这么多年呢。宝哥放心，做买卖本就讲一个诚心。你这么看重我的药材，我自然不会对宝哥起疑心。好，这些灵芝一共是21500，冬虫夏草是6万，加起来一共是81500。我给你拿钱。好。我直接给你算82000，多的500就当是我给阿姨添的营养品了。谢谢宝哥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像小峰这样有实力又干脆的年轻人可不少见了，要是能长期合作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小峰，我想问问你有没有想跟我长期合作的打算呢？你知道我是个采购商，药材缺口需求大，你采的药质量又是上乘，人也是个爽快人。如果你能跟我合作，那就太好了。宝哥给的价格公道，我挖的药材也有更稳定的去处，我当然愿意和宝哥合作。那就太好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拿出我的诚意。我既然买断了你的销售渠道，那所有药材的价格我都给你多加2成。价格多给2成，祝老板果然是个实在的人。祝老板既然这么实在，我也保证我药品的供应质量。但是，小峰，你也知道我是给企业收的，你的药材质量确实是上乘，但是我希望如果数量能更多一点，那就更好了，也不枉我每天都往你这儿跑一趟啊。宝哥，既然我们的合作稳定了，我保证以后每天的药材都会比今天多。哎呀，小峰，你就放心挖，别说是几十斤了，就算是几百斤，我们企业也能吃得下。另外，价格上还是我说的那句话，所有药材的价格我都给你多加2成。宝哥，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天色不早了，留下来吃个晚饭吧。哎呀，不了，我还得去下个村继续收药材呢。下次有机会了，我做东请你吃饭。我还是明天这个点儿来收药材哈。好。好，再见。小峰，刚才你和祝老板谈什么呢？宝哥答应我以高于市场价2成的价格收购我的药材。哎呦，这么高啊！那以后你就不用再去镇上去卖了。以后每天这个时候，宝哥都会来咱们家收药材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这捡药材还能变成一项稳定的工作。宝哥需要的药材数量众多，晚上我和大哥大嫂商量一下，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挖药材。挖得多，自然赚的也多，看看他们什么想法。哎呀，这挖药材一天能赚多少钱呢这82000。82000。82000，你们也不相信吧？小峰跟我说的时候，我也不敢相信。主要是今天挖到了3根冬虫夏草，所以价格贵了一点。平时一天也就2万左右。天哪，小峰你还是太谦虚了。咱们村的人上山挖草药，一天最多赚200，一般也就70来块钱。你这一天赚的比有些人1年赚的都多。是啊，而且这挖草药可是个技术活，可不是随便上山逛逛就能找到的。小峰啊，不愧是上过学的，我看小峰能靠着手艺发家致富。我其实这次找大哥大嫂，就是想问问你们，愿不愿意和我一起上山挖草药？我和你大嫂？对，我今天和药企采购商谈了合作，他很中意我的草药，愿意比市场价多2成的价格收购我的草药，但是他需要的数量很多，我现在人手不够。每斤都要多2成吗？那可要赚很多钱呢。对，我今天卖的冬虫夏草，平时是15000一根，今天祝老板收的是2万一。哇，那真有的赚了。小峰，你说让我和你大嫂帮你挖药材，
可我就只会出力气，你大嫂就是做手工，我俩对这个药材的生长习性都不了解，怎么帮你啊？我负责找药材，找到以后你们两个帮我把它挖出来，出力气就行，没什么技术含量。人要是不够啊，妈妈就帮助你们。妈，你腿脚还不方便呢，好好在家养着吧。是啊，妈，你就听小峰的吧，有我俩帮小峰的，就放心吧。另外，大哥大嫂，我也不是让你们白干活，亲兄弟明算账，我每天给你们开工资，每个人300块钱。如果收入超过30斤，那我们就拿出10%作为奖金，平分给你们。300？你大哥白天上工，一天才150，我也才60。哎呀，咱们一家人算什么钱呢？一家人才更要明算账，多少人因为钱产生了间隙。你就听小峰的吧，小峰说的对，工作最忌讳的就是钱没算清楚。有多少亲兄弟合伙干活，因为钱分不清楚反目的，后面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兄弟反目了，这得不偿失了。乔乔说的对呀，老大，这个时候那不是讲兄弟感情的时候。好，那就听小峰的。待会儿啊，我去跟王叔说一声。小峰，你给300太多了，我一个女人家不如你大哥力气大，上山挖草药这种事情出不了多少力，你给我200就行。大嫂，你刚才还在劝大哥呢，怎么现在自己犯起来糊涂？现在都讲究同工同酬，你们干一样的活儿，出一样的力气，拿一样的工资也是应该的。我是担心自己拖后腿。300块钱只是底薪，干得多还有提成，这个是按照你们干的多少来算的，干得多就有，干得少就没有。行，那我就把心放肚子里了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安排好现在的工作，明天跟我一起上山。好。好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走。这是山药。哎呀，没想到上山10分钟就遇到这么大片山药，还是小峰你会带路啊！这么大片山药，怎么的也得有10几斤吧？好了，我们赶紧开始挖吧。走。好。系统检测到南边5是树灵芝，往那边走。走，我们去那边看看，那边树木多，说不定有灵芝。行，走。那咱们过去吧。哎，真的有灵芝！没想到这么快就让我们找到灵芝了。这天天看小峰采灵芝这么轻松，我这都快忘了这灵芝可是稀有药材呢。是啊，我也是今天才体会到挖药材的收获感。以前上山挖药材，能不能挖到全凭运气，有时候一天能找到一个地方挖的药材，都已经是万幸了。是啊，你看今天和小峰上山，这1个小时不到，我们找到2处，这还有灵芝呢。我也就是知道多点儿，运气好了点儿。好，好，好，运气好，我们赶紧采吧。果然是人和人不一样，我上山只能采到蘑菇，有时候采蘑菇还要看运气。这次沾了小峰的光，居然能采到灵芝。小峰，你一定很得山神大人喜欢吧？小峰那可是山神大人的亲儿子。好了，大哥大嫂，你们就会调侃我。和大哥大嫂一起上山，果然是热闹多了，再也不是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吧。哎，小峰，那是什么？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红色的，那也是灵芝吗？这是野生极品雪灵芝，没想到居然又找到一颗。很贵吗？哎，我听别人说，这种红色的灵芝属于灵芝中的极品，一颗能卖到上万呢。没错，上一次我采到极品雪灵芝，一颗能卖到1万多，这一颗比上次的更大，没准可以卖到2万。2万？这药材太值钱了吧？物以稀为贵，数量越少，价格越贵。哎，这片灵芝咱们都采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咱们换个地方。好，走。回来了，快洗洗手，收拾收拾。洗洗手。行，走。累了吧？
宝哥来了。今天挖到的药材多，并且采到了一颗极品野生雪灵芝。极品雪灵芝，给你看看。哎呀，你小子运气可真好！这多少采药人一辈子也挖不到一颗，没想到又让你采到了一颗。跟你合作真是个正确的选择呀！宝哥，你看看这些怎么收？一筐野生灵芝，一筐野生山药，还有一筐野生香菇。哎呀，你小子真不错！昨天刚说过，今天就挖了这么多药材，这加起来得有30来斤了吧？应该有了。我今天是和大哥大嫂一起去挖的，人多挖的也多。行，那我称称。这个野生灵芝是12斤3两，这野生山药是18斤，这个野生香菇是12斤6两。果然人多，挖的重量一下就上来了。我一个人每天也就挖10斤不得了了，这第一天就挖了38斤。那还按照之前说的，比市场价格多2成。那野生灵芝就是3000一斤，野生山药是12一斤，野生香菇是70一斤。这3筐一共加起来是37998，就是3万8。这雪灵芝我按照15000一斤收，你看怎么样？宝哥给的价格公道，我都可以。那我再称一下。宝哥给的价格确实都比我在药铺的价格要高出2成。灵芝是928克，也就是27480，加上之前的3万8，一共是63480。我给你拿钱。好。这钱你收好，这些东西我一会儿再来拿。好，宝哥，那你慢走。好，再见。哎呀，太齐了！怎么还有一只鸡啊？这是你五婶送的，我不要啊，她硬塞给我，说是感谢咱们那天晚上上山找到了吴广，还忙了大半夜。对了，吴广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大碍了，我今儿啊还看见他跟你五婶儿上镇上去了。没事就好。哎妈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今天找到了可多好东西了。我们今天一上山啊，就挖到了灵芝，而且还挖到了极品雪灵芝。听说这东西可难找了。哎呦，妈，是吗？今天跟小峰上山，那可比我上工轻松多了，一点都不累人。那就好，只要你们不累就好。小峰啊，你呀得多吃点鸡肉，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呐。别夸我了，我们后面啊只会越挖越多，越赚越多。赶紧吃饭吧。我吃饭吧。哎，来吃饭，赶快吃饭，吃饭再聊。既然吃过了，我们现在就把钱分一下吧。今天我们一共赚了6万6，10%就是6600。大哥大嫂一人3300，加上底薪300，一人就是3600。什么3600？居然有这么多吗？我一个月也赚不到3600，今天一天就有这么多啊！小峰，这钱太多了，收下吧，这是我们早就说好的，以后只会越赚越多。行，那我和你大嫂就不忒多了，以后啊，我们肯定更加卖力。哎，宝宝，为什么我们不把药材晒干了再卖呀？对呀，咱们如果说把药材晒干，那价格岂不是更高一些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把药材晒干，确实可以卖的价格更高。我去问问包总，他收不收干药材？可是这我们没有人会晒药材啊，这要是晒坏了怎么办？哎呀，那不就是太阳晒干就行了吗？哎，怎么可能嘛？那要是方法不对，不仅晒不干，那药材的药性也会受损啊。哦，这么严重？系统商城里可能会有关于晾晒的东西。没事儿，这个就交给我吧，我回去找找书上有没有关于晾晒的知识。哎呀，小峰什么都会呀，到时候咱们听他的安排就行了。我待会儿打电话给祝老板，问问他那边怎么收干药材。
好。喂，小峰，这么晚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情吗？喂，宝哥，我想问问你那边收不收干药材？收干药材？对，我想把这边的药材晒干再给你送过去。当然可以了，这样也省得我这边再处理了。如果你能直接给我干药材，那我以原药材2倍的价格收。以前只知道干药材价格贵，没想到居然贵这么多。行，宝哥，那我这边晾晒好，你再过来收。行。干药材的价格翻1倍，拿香菇来说，1斤湿香菇70块钱，1斤干香菇就是140。假如1.3斤湿香菇能产出1斤干香菇，每天26斤香菇就是20斤干香菇，里外里能多赚980，更别说还有别的药材，那这1个月就能多赚3万块。虽然我现在每天都能够挣3万，但这钱都是一点一点省出来的，谁会嫌钱多呢？看看系统能帮我干点啥。植物百科全书可以知道任何你想知道的植物学知识，9999积分，是否兑换？是或否？这么贵，但是学会晾晒能赚更多的钱，不亏。是。积分不足，请充值。看来明天只能多回收一点，赚点积分了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先在这边挖，我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东西。你先去。系统回收。银行卡到账672元，银行卡到账431元，银行卡到账593元。这下应该够买书了。植物百科全书可以知道任何你想知道的植物学知识，9999积分，是否兑换？是或否？是。这就是知识进入大脑的感觉吗？这也太爽了！小峰，我们那边挖完了，你这边怎么样？我也挖完了。大哥大嫂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已经找到了怎么晒草药的方法，还需要准备一些东西。行，走吧。妈，你负责把香菇冲洗放干，在菌盖上切10字花刀，最后放在阴凉处通风放干。哎，好的。大嫂，你负责野生木耳，清水冲洗木耳，焯水1分钟左右，撕成小片，在通风处晾干。好。大哥，你负责野生山药，将山药去皮泡水，切成0.5厘米的薄片，泡10分钟淡盐水，在通风处晾干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大哥，记得戴手套，不然手会痒。好。看来把药材晒干确实行得通，不过就是人还是有点少。如果大哥大嫂留下晾晒的话，我一个人上山挖草药也不太现实，还是要再找些人手。小峰，我已经削好皮了，是现在就切，还是等晾干再切？直接切片，然后晾干。好。而且晾晒也不是1天就能晾好的，从清洗、处理到完全风干，最起码需要3天。挖1天，晾3天肯定不行，太慢了。找谁来晾药材呢？我知道了，张叔、张婶。张叔、张婶常年都和药材打交道，他们肯定也更懂怎么晒，找他们最合适。妈，你们先弄着，我有事先出去一趟。好，去吧。张叔、张婶，哎，小峰，你怎么来了？张叔、张婶，我来是有事情想和二老商量一下。小峰，什么事儿啊？我现在和一个药企的供应商合作，我的药材全部卖给他。这是好事啊！你不用管我们老两口的药材了，我们自己能送到镇上去。这天麻烦你了。张叔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想把药材晒干了再送过去。
但是我现在人手不够，有人晒就没有人挖了。那你找我和你婶儿是想？我是想问问你们愿不愿意帮我晾晒药材？这我和你叔老胳膊老腿的，能行吗？会不会拖起后腿啊？怎么会拖后腿呢？你和张叔挖了这么多年的药材，肯定比我有经验。那我和你婶是负责挖。你和张婶年纪太大了，上山太累了，你们负责晾晒就行。晾晒，我和你叔略懂一点，这我俩没问题的。另外，钱我给你们说清楚，每天是200块，如果每天挖的多，还有额外的10%作为奖励。这里还有钱呢。当然了，你们替我工作，当然要给你们工钱。我以为就这几天帮你晾晾药材。不是的，张叔，你们既然帮我干了，那就是长期的。1天200块，真的吗？对的，婶子，咱们一起干，干得越好，钱更多。这我和你叔啊，上山挖药材，1天也才100来块，这帮你晒晒药材，1天就能赚400。是的，张叔张婶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咱们明天就开始吧。行，明天早晨我和你婶啊就去你家。行。虽然找了张叔张婶来家里帮忙晒药材，但家里留3个老人，我总是不太放心。没事，这不是留了你嫂子在家里吗？有啥事儿老人干不了的，你嫂子可以帮衬一下。晒药材的人是够了，那只有咱们2个在这挖药材，所有责任。那能找谁？峰哥，你们3个怎么了？自从你上次教训完我们以后，我们再也没有欺负过老人，也没有干过抢劫的事情。我们还扶老奶奶过马路的。啊！对，吴广，大哥，这晚上山上怎么这么黑？不会有蛇吧？还什么蛇的呀？赶紧找人吧！啊，吴广，就是吴广。 3个人本性确实不坏，就是没有人指引他们走正道。他们3个看着倒是有义气，挖药材正合适。你们3个想不想跟着我挖药材？跟着峰哥挖药材？对，我给你们算工钱，1天300，自食其力。1天300？300？对，你们干不干？干！行，那你们下山拿工具去吧。哎，行，走。这突然感觉咱们这像一个小团队啊，也有新的小伙伴进来了。对，咱们现在就是一个救人的团队，人多力量大，我们今天肯定收获满满。这个，峰哥，我们从哪儿挖？先把这地底下的天麻都挖出来吧。行，我们俩挖，往我，你负责往筐里装。哎，这个是吗？这个怎么跟土豆似的？什么呀？这明明像地瓜一样。你看这个形状，这就是土豆嘛？就是地瓜。李四，你说。李四，你说。不，好啊，这不是土豆，也不是地瓜，这就是天麻。啊？那这怎么都是跟土豆子似的这些？别废话了，让你挖就赶紧挖。行，3个人只要不说话，乖乖干活，效率还是挺高的。检测到野生人参，这里居然有人参！这是人参？人参！老大，这个世界上原来真的有人参呀！我以为电视剧骗我的呢。这都挖到了，那肯定是真的呀。小峰，这人参一定比冬虫夏草更值钱吧？对，这个1斤我应该能卖到2、3万。好厉害！咱们再挖点别的东西就回去吧。行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啦！妈，我们今天挖了好多药材。哦，是吗？雷神好，张叔好，张婶好，强好。雷神好，张叔好，张婶好，强姐好。你，好。张三啊，你们先去把今天挖的药材去用水洗了吧。好，行，走。大哥，这根人参就交给你来处理吧，用清水洗干净，
在这通风处晾干，太阳暴晒几日就好了。行，我现在就去。我去给钟老板打个电话。宝哥，我今天挖到一株人参。人参，杜峰，你真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我惊喜啊！宝哥，第一批药材大概后天能晒好，你后天过来一趟吧。那咱们后天见。好。小峰，宝哥，哎呀，你这弄得真不错呀！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自己一个人，现在都有这么一大群帮手了。宝哥，这还是托你的福，全盘收购了我的药材，不然我也不能找这么多人帮忙。咱们俩是合作共赢。哎，对了，让我看看你晾的药材吧。在这儿，分别是5种药材：野生山药、野生香菇、野生木耳、野生天麻，还有野生人参。看看。哎呦，你这晾的真不错呀，药材全部都干透了。对了，小峰，还是按照我跟你说的，价格翻倍，这些我全都要了。另外，这个野生人参正常是3万1斤，我给你算6万了1斤。宝哥豪爽。那我称一下。山药是51斤，算24一斤。香菇是65斤，算140一斤。天麻是26.8斤，算2400一斤。野生人参是2.3斤，算6万1斤。这一共算起来是215744。我去车上拿钱。好，小峰，这里一共是21.6万，你数一数。宝哥，咱们合作这么多次了，我相信你，你也不用每次都给我填补，是多少就是多少就行。哎呀，你就别推辞了，要不是你，我哪能收到这么多名贵的药材呀？那我就感谢宝哥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下次还是把药材晾干之后再联系我哈。好。这几天因为一直没有卖药材，所以没给大家发钱。今天既然药材卖出去了，那我们就把这3天的钱一起发了。张叔、张婶、妈，这是你们的，1天200，一共是600。哎呦，这么多呀！张婶儿，后面还有分成，钱只多不少。哎呦，张三李四王五，这是当时答应你们的，1天300，一共是900。谢谢，大哥，这就是挣钱的感觉吗？感觉好不一样呀！我们再也不是一无是处的野孩子了。大哥大嫂，这是你们的，1人900。大嫂虽然现在不挖草药了，但是3个老人在家出不上力的时候，还是你干的最多，所以你还是1天300。接下来我们分的是分红，这3天我们一共赚了21.6万，因为赚得多，所以我们按照20%来分，除以8就是每个人5400。来，哎呀，老头子，我们3天就赚了5000多呢！大哥，我想哭。我们再也不用风餐露宿了。谢谢小峰，你带着我们赚钱，我们却不能帮你什么。我们努力赚更多的钱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。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要有信心赚更多的钱。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这1个月我已经赚够了100万，家里也在翻新改造，大哥大嫂没有金钱之忧，已经开始备孕了，日子都在越来越好。山上的草药都是大自然的馈赠，但我不能做吃山公，不给后代们留一点活路呀。未来的日子，我要买些草药，开垦一些田地，自己种植一些草药，争取能够留下更多的财富，带领村里更多人致富。峰哥，你挖到人参了，来了！